设计师要花好几天完成的工作，我用几分钟就搞定了。我到底是怎么办到呢？这不是 Photoshop， 也不是 Canva， 而是一个全新的 AI 设计神器 LoveArt。无论是 logo、缩图、品牌海报，甚至是影片分镜，全部几分钟就能够完成，真的非常夸张。这期影片就完整的展示给你看。Hi， 我是 Grayson， 这频道主要分享关于 YouTube 频道运营的技巧，以及分享给你一些实用的工具，像是 LoveArt。想更快速的提升你的内容还有流量，记得订阅我频道。那 LoveArt 它是全球第一个设计智能体，它能从一个简单的想法，直接帮你生成图片、影片，甚至是 3D 模型。不只是一张图，它有无边画布专业级的编辑工具，像是24小时都在待命的设计师，随时能够和你一起完成设计流程。那也是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进入到 LoveArt 的网站里面，那你可以点击右上角呢去切换这个网站的语言，你想要去切换成英语或者是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这边都是有的。那你可以点击这边注册，这边呢你可以使用的谷歌邮箱，或者说呢使用你的苹果账户都是能够去注册的。那现在呢我就进入到 LoveArt 它的这个编辑页面里面了。那你可以看到整体的界面呢是比较干净清楚的，在左边可以让你选择控制选项。那现在呢我就在这边首页上面，你可以进入到项目，这边呢就是你之前做好的项目。然后呢，就是个人主页，你已经发布的，或者说你喜欢的设计都会显在这边。还有呢，就是使用条款、隐私政策。在首页这边，你可以看到有一个灵感发现，那这边你就可以查看到其他创作者他使用 LoveArt 去创作的设计，在上面呢会有不同的分类，比如说品牌设计、海报与广告、插画、UI 设计、角色设计、影片与分镜、产品设计、技术设计，这些分类呢你都可以去查看。你可以选择一个设计。在右边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创作者是如何通过输入提示词去创造出这些设计的，你就可以去模仿它，去创建出属于你自己的设计。在最上面呢，就可以看到 LoveArt 它的这个4大主要的功能。首先第一个呢就是 Nano Banana， 那这个呢就是谷歌最新推出的 AI 图像模型，它是能够保证你图像的人物它是有一致性的，同时你可以切换成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背景。Nano Banana 呢都是能够让你去完美做到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边呢，我们可以输入中文的提示词，比如说我输入这个简单的提示词，一位身穿红色夹克的年轻亚洲女性，电影肖像，逼真的灯光。这边呢，你也可以选择开启联网搜索，那你也不是说必须要打开这个 LoveArt 它的 AI 呢，会根据你输入提示词去判断是否要开启这个联网搜索。那点击这边呢，就可以开始去生成了。那你可以看到右边 LoveArt AI 呢，就在思考应该如何去生成我这样的图像。在思考完成之后呢，就开始正式的生成了。那你可以看到呢，现在就生成了这个图像了，亚洲女性，红色夹克，并且呢是电影肖像的。我们可以看一下 LoveArt 它的 AI， 它的整个生成的过程。一开始呢，就根据我这个输入的提示词去开始思考了，它要生成一个这样的影像。然后呢，去开始规划如何去最好的去完成这个任务。然后底下呢，就是给我解释到它为什么去生成了这样的图像。这是有一个柔和的主光源去突出它的面部轮廓的，然后精心设计的侧光呢，是创造出一个深度还有立体感。那电影般的色彩处理呢，就增强了整体的氛围。前景深的效果呢，就是使焦点集中在它的面部，以及呢，这张图像有真实皮肤的质感，还有细节的表现。所以 LoveArt 它的 AI 呢，它在生成图像的过程中，有告诉你它为什么会生成这样的图像，它如何去更好的去完成它的工作。这是和其他设计类的 AI 呢是非常不一样的。那因为呢，我们是使用 Nano Banana 这个 AI 生成图像的模型的，那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人物呢去切换成不同的场景，也是可以的。那这边呢，我就再输入提示词，同一个女人站在未来主义风格的东京街头，电影般的灯光，去看一下它能够生成什么样的图像。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呢 ，LoveArt AI 呢就帮助去生成了刚才那个女生站在一个不同场景的这个画面里面，底下也有解释到场景的特点是怎么样的。它为什么去生成这样的图像？所以 LoveArt 的 AI 呢是非常强大的。那我发现使用 LoveArt 它的 Nano Banana 另外一个功能方向呢，就是我可以去上传一张我的图片，我可以点击这个上传图片，这个呢是我的一个肖像照。那如果说我没有时间去重新拍摄，但是我想要有更多不同角度、不同姿态的一个肖像照的话，我就可以使用这个 Nano Banana 的功能。
我可以告诉它从这张图片中呢，去给我生成另外10张具有不同模型位置和动态摄像机角度的图片，可以去看一下它能够生成什么样子的。那这边呢，你就可以看到 Lovert 它的 AI 呢，就帮助去生成了这些的人像。你可以看到整体的效果呢还是不错的。根据我刚才上传的一张图片，就生成了这么多组的人像。那右边呢也有告诉我，第一组它的特点是怎么样的，从哪个角度拍的，具体怎么拍的，然后第二组是怎么样的，也告诉我具体怎么拍的。所有图片呢也保持了这些原图特征，所以这个呢也是一种使用的方式。你上传一张图片，然后让 Lovert 它的 AI 呢去快速的帮助你去切换成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姿势，能够帮助你节省非常多时间。那接下来一个功能呢就是 Branding， 也就是呢品牌设计。这个功能呢就能够让我非常好的去做出我们的 logo。那这边呢我就输入提示词了，设计一个以 GZ 为主的极简 logo。那 GZ 呢就是我的频道的名称龟神章，它的打头的2个字母，字体呢采用现代无芯线，几何线条简洁，黑白为主色，点缀一点红色。风格专业利落，适合 YouTube 教学频道品牌。这边呢选择产生。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呢 Lovert 它的 AI 呢就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是要让它去做一个 YouTube 教学类的频道的品牌的，他就问我的 YouTube 频道教学它主要是教授什么样的内容。那这将会帮助它呢设计出更加符合频道定位的 logo。那这边我输入3个关键词 ：YouTube 频道运营、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那现在 Lovert 它的 AI 呢就帮助去生成了4种这个 logo 的样式了。每个 logo 呢都是有自己各自特点的。那右边呢它也告诉我可以选择一个 logo 继续执行。那比如说呢我喜欢这样的 logo， 我喜欢添加提示词就是让它变得更加直角，不要弧度。那现在 Lovert 它的 AI 呢就帮助我去生成了4个新的 logo。它是呢偏直角的，这边也让我选择要使用哪一个 logo 继续设计。那我喜欢这样的 logo， 那这边我让 Lovert AI 呢把这个 logo 去印在杯子还有衣服上面。那你就可以看到这边呢就有它的展示，一个是杯子的，衣服上面的，黑色衣服、白色衣服，甚至呢 Lovert AI 它是非常聪明的。它不仅满足你提供的要求，同时它也侦测到了你要去做出一些品牌应用的设计，所以呢，它就直接生成了这个名片的设计，以及呢 YouTube 频道封面图的设计。你可以看到我这封面图呢也是非常完整的，是可以呢直接使用的，包含我频道它要讲的内容是可以直接使用的。所以呢，使用 Lovert 它的 AI 呢去做出品牌设计也是非常方便的，不用你有任何的设计基础。那第3个功能就是你可以使用 Lovert 它的 AI 呢去做出海报。那这边呢我上传了一张图片，然后呢我输入一些提示词，这提示词呢是比较详细的，不仅有包含图像是如何生成的，同时呢也有包含在海报上面的文案信息，夏季促销7折优惠，订单满$280，然后品牌名称呢就是 Lovert， 然后可以选择生成。那这边 Lovert 它的 AI 呢就开始思考这个整体的设计方向了。它提供有4个选项，一个是极简中央对称，一个是对角线动感布局，一个是分区对比式，一个呢就是局部特写，还有浮雕文字。那我就选择这个极简中央对称的方向。那现在呢 Lovert 它的 AI 呢就帮助我去生成了这2张图片了。右边呢它有告诉我这些海报它的主要特点，它的文案的排版。你是可以看到呢整体是符合我的要求的，它快速的就生成了一个海报的图案，是根据我刚才上传的产品图片的。这是一个版本，然后呢这是另外一个版本。如果说我还不满意的话呢，我可以选这个 Chat， 我可以去针对这个单独的海报去做出修改，也是直接去输入文字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我要导出的话呢，就可以选择右上角这个 Export， 就可以导出这张图片了。那使用 Lovert 它的 AI 呢，也是能够去帮助你生成影片的。那这边我就输入提示词了，生成铁板烧镜头和牛切块在高温铁板上面滋滋作响，油花迅速焦糖化，边缘冒出金黄气泡，摄影机慢慢平移，捕捉厨师利落翻面的瞬间。ASMR 音效，油脂炸裂的清脆声，伴随着浓郁香气的视觉想象。那现在 Lovert 它的 AI 呢，就帮助去生成了一个8秒钟的高清片段，是符合我刚才输入提示词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就可以看到呢，这个片段就完全可以让我去发布出来的，是非常高清高品质的，并且呢是符合我刚才输入提示词的。它整个画面音效呢都是具备的，你可以点击这边呢去进行下载。那如果说你对这类 AI 的工具感兴趣，那么我推荐你去看另外一部影片，那个工具也非常的神奇。
你只需要去输入文字，就能够去自动的去生成专业级别的 YouTube 影片，甚至说，如果你看到其他创作者他们的缩图觉得很喜欢，也是能够去一键切换成你的风格，还能够去把人物替换成你自己。你可以看这期影片，这个工具真的非常神奇，绝对值得你一看。现在你就可以去点击影片开始观看。